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呀，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男生身上的吉痣与凶痣。前段时间呢，小酱汁老师给大家讲解了女人身上常见的吉痣与凶痣情况。很多朋友留言问老师，那男人身上哪些痣是吉痣，哪些痣是凶痣呢？小酱汁老师呀，今天就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一、男人身上的吉痣。一、鼻头长痣。鼻子在相学里代表财运，也称为钱帛宫。鼻头越丰隆，代表支出越多；鼻翼越丰满，代表积蓄也越多。如果一个男人鼻头长有一颗黑而亮的痣，则表示财气好，收入多，将来呀必定荣华富贵，财气亨通。二、上唇长痣。上唇长痣的男人很懂得投资理财，他们并不满足于每个月稳定的收入，总能凭借自己的智慧赚到更多的钱。此类男人呢很有眼光，每次呢都能够做出最正确的选择，因此呀才会大富大贵。三、下巴长痣。左下巴长痣代表荣华富贵，右下巴长痣代表权力地位，一个主财，一个主权。左下巴有痣的男人特别有投资运，房产较多；右下巴有痣的男人则善于弄权。他们对做官天生敏感，官运比较好，是福寿滔天之象。另外呢，下巴长痣的人呢，对生活追求比较高，学历不低，只是在感情方面呢比较动荡。四、耳朵长痣。耳朵长痣的男人是很聪明狡黠的，适合经商，而且他们的野心很大，敢于投入，加上呀特别会来事儿，所以忠实客户很多，生意能够越做越大。耳朵长痣的男人能够大富大贵，全靠他们这一张嘴。五、胸部长痣。胸部长痣的男人并不擅长社交，但当他们专注于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的有魅力，因为他们能够不受任何人的影响，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能大富大贵，更多的是靠才华。不过呀，他们不适合自己创业，适合辅助别人做大生意。六、手心长痣。手心长痣的男人呢，特别有恒心毅力。大多数人呢，在工作中遇到难题，都会慌不择路，或者着急跳脚，骂骂咧咧的。但是呢，手心长痣的男人每次都是心平气和的解决问题，可以说呀，临场应变的能力很强，情商比较高。七、鼻翼有痣。在面相学中呢，鼻子乃是财帛宫的所在，而鼻翼呢，则是财库所在，所以鼻翼上有痣的男人呢，一般财库都比较饱满。他们在生活中呀，属于那种很会过日子的类型，所以可能即使经济收入不是很高，但依然能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不断的积累财富，让自己的积蓄越来越多。虽然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可能并不是很富裕，但至少呀，在生活中不为用金钱而担忧，很少会出现那种缺钱花的情况。八、手肘处有痣。在手肘外侧有痣的男人呢，一般财运都比较旺，而且是属于那种非富即贵之命。因为命好呢，所以赚钱比较容易。同时，这种面相的男人呢，一般也比较有上进心，做事情很要强，而且有毅力，能够坚持到底。所以这里有痣的男人或许出身不是很富贵，但是却能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事业上打拼出一番成就，经济收入呀也会随之不断提高，从而让自己的物质生活品质不断的得到提升，家人呢也能跟上一起过上好日子。九、左脖子有痣。男人脖子左侧有痣乃是吉痣，而在脖子右侧有痣则为凶痣。在脖子左侧有痣的男人呢，一般都很会过日子，且对于自己的物质生活品质的要求比较高，同时呢也比较要强，总是想着比别人活得更精彩。因此这种志向的男人呢，赚钱都比较卖力，而且呢能够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积累到足够的财富。或许啊，他们一开始生活呢并不是很富裕，但是呢也不会太缺钱，只是自己的生活比较辛苦。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所能够积累的财富将会越来越多，物质生活品质呢也会随之得到改善。10. 额头有痣。在面相学中，额头这个部位是很有意义的，代表的是一个人的祖业以及他在早期的运势，尤其是对于男子来说。所以啊，如果额头长痣的话，代表这个人出生的时候运气就相当的满。
所以一开始呢，他已经拥有了很好的起点，并且这样的人一般运气都非常的倾向于他，所以做事情的时候呢，往往也有很高的成功几率。对于有这种特征的男人而言呢，福气经常伴随，所以这种痣呀也是很好的一种特质。2. 男人身上的凶痣。1. 眼尾有痣。不论是他对不起你，还是你对不起他，眼尾痣的人多数在爱情或者婚姻中出现第三者。眼尾到发际线之间的地方称之为奸门。奸门有痣者呢，性格上很阔气，很有魅力，所以异性缘极佳，欲念重，一生命中带桃花，容易被异性纠缠不清。与异性的关系呢，起初颇为顺利，可是大都无法长久的持续下去。初次的婚姻呢，往往受到阻碍。但如果痣的形很好，是黑色且泽亮，可以考虑从事多与异性打交道的事业，则能够获得异性的援助而获得幸运，亮出漂亮的成绩。不过呀，要小心自己的嫉妒心过重。2. 嘴下有痣。嘴的下方有痣的人很可能一辈子都是个漂泊不定的人，所以即使有钱呢，也不适合买不动产。但如果痣的形很好，就能一生过着清闲舒适的生活。如果位于嘴下正中央，则此人容易沉迷于杯中物，而在性格上呢，也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不过这种人的优点呢，是思虑周到，具有决断力，不会犹豫不决，优柔寡断。3. 后脖子上的痣。感情瓜葛痣。该痣大约在脖子后面的中侧位置。如果一个人在他的脖子后面的中侧有痣，表示他或者他的感情瓜葛不断，可能自己花心，也有可能受到异性的欺瞒，往往出现感情或者婚姻的危机。如果有这颗痣呀，是万万不可点去的，否则你的一生感情婚姻会很糟糕。4. 锁骨上的痣。理财不加痣。该痣在人的锁骨与脖头之间。如果在锁骨接近肩膀位置有痣，表示呢其平时理财较差，不注意守好财库，导致晚年贫穷。因此呀，凡是有此痣的男女朋友都要谨慎你手中的钱财，尤其是要谨慎投资。5. 脊梁骨下部的痣。这种长在脊梁柱正中的痣，表示人有双重性格。色泽好呢，代表善解人意，但不善表达；色坏代表性格会影响到生活。很多时候呢，不被他人理解，有时候显得过于沉闷。总之呢，异性缘不会特别好，但工作方面呀还是比较顺利。身体脏器呢会出现小的疾病。6. 手后臂上的痣。孤儿寡女痣。该痣通常在你的后臂，如果你是女性，在你的右手后臂有痣，男人在左手的后臂有痣，那么表示你会孤儿寡女，即是说感情婚姻较差，甚至六亲关系也不那么好。对于某些人来说呀，真的有可能孤独终老。此痣不能点去，只能通过化解方法。最简单的化解呢，是在该痣所在的手上系一根红线即可。7. 胳膊肘的痣。你将成为家中的经济支柱，责任和压力都会比较大。换句话说，你会因为经济原因生活的比较累。痣的颜色越深呢，劳累程度就越大。事业上如果因不懈努力会有所成，此痣吉凶就很难说，要看你自己是否能承担起这份压力了。8. 脚后跟上的痣。麻烦痣缠身。该痣呀通常在你的脚后跟，如果你抬脚发现自己脚后跟有痣，而且颜色是黑色的痣，那么你就要谨慎了。因为这颗痣在命相学中表示你会麻烦不断，做事情往往事倍功半。此痣呢可以点去，女性也可以在你的脚指甲上涂上你适合你命理五行的颜色。男性呢则最好是点去，当然如果你常年累月都穿袜子呢，则该痣无碍。9. 耳根长痣。耳根痣呢也叫做害病痣，耳根长痣的人呢很容易出现疾病缠身的问题，大多数时候都说小毛病不伤根本，但一旦小病大病一起来呢就很棘手了，总要折腾很久才会恢复。此类人呀还特别容易招小人，所以生活中呢会过得很不顺。10. 嘴角长痣。嘴角的痣呢也称为小人痣，有此相的人呢是易黑体质，说话容易得罪人，所以总遭小人的算计报复。在日常生活中呢一定要注意祸从口出，不要口无遮拦，以免被人抓住把柄大做文章。11. 发际线有痣。痣长在前额两侧靠近发际处，且与眉毛眉尾相对的部位，那可不是什么好痣。
这里长痣的人呀，命途不顺，容易遭遇横祸，出行安全呢需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呀也需要格外的注意。你身上的痣是吉痣还是凶痣呢？快结合小江浙老师所讲的内容看一看吧。如果有凶痣呢，也不要担心，因为呀，这只是影响你运势的一部分，并不一定有凶痣命运就一定不好。具体呀，还是要结合自身的整体命理情况来分析的。一个人的财运变化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个人的才能、眼光以及年龄之外呢，他们所拥有的面相、手相以及志向等因素呢，都会改变其人的财运变化。所以在分析一个人的财运时呢，要结合不同的因素来看，如此方能确定财运会朝着好的方向还是坏的方向发展。之前呢，小酱汁有给大家讲解过旺财破财的首面相特征，今天呀，小酱汁就站在志向的角度为大家介绍一下常见的旺财痣和破财痣有哪些，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了解一下。一、常见的旺财痣。旺财的志向呢，大多数都是宜藏不宜露的。小江之老师呢，根据以往的看相经验，总结了以下几种：一、长在眉毛里的痣。眉毛中长的痣有大部分可以被毛发所遮挡住，所以只要其外形不是很糟糕的话，就可以称之为吉痣。对于命主的运势呢，有着正面的影响。像是眉毛的后半部分长有一颗外形圆润、色泽纯黑，并且被眉毛遮挡住的痣，便说明呀，其人有吉星照命，好运临门。无论做什么工作呢，都有望取得好成绩，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这颗痣呢，在相学中也被称为喜上眉梢，确实是常见的福相之一。二、长在肩胛骨上的痣。相学中呢，认为一个人的肩胛骨上有痣，乃是天生好运，有吉星入住的象征。这颗痣呢，代表了命主做事端正，态度认真。虽然说工作发展很难一帆风顺，少不了麻烦和阻碍，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们都可以将其克服掉，依靠努力和恒心去创造成功。命主大多在中年之后呢，能获得丰厚的财富。此外呢，这颗痣也是命主拥有不动产的象征，他们所拥有的房产、地产价值都很高。结婚之后呢，经济条件十分宽裕，无需再为了赚钱而发愁。此外呀，爱情也可以成为他们发展事业的一大助力，所以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呢，也不可忽略与爱人的感情。三、长在手心的痣。位于掌心位置的痣呢，乃是命主有望收获偏财的象征。掌心有痣就如同手握聚宝盆，有财富汇聚于手中一样，象征着其人很擅长赚钱的守财。个人的守财能力呢，远远超过一般人。此外呀，相学中还将手掌有痣视为偏财运出色的象征，特别是男人手中长有一颗黑痣，对他们的财运影响很大的。四、长在臀部的痣。臀部上长有痣象征的含义比较特别，代表了命主福缘旺盛，不仅在事业上有贵人相助，而且赚钱过程中呢，还能够收获意外之财。不过他们的事业发展呢，会经历不少的挫折，可以说没有捷径可走，只能够凭借着努力一步步前行。所以呢，在工作当中呢，必须要保持理性，稳扎稳打，才能够取得成功。这颗痣呀，也象征着命主的守财能力很出色，赚的财富呢，能够悉数储存起来，不会浪费。他们的金钱观念呀，也可以说是相当的端正。五、长在肚脐附近的痣。肚脐这一部位呢，在相学中象征含义就非常的丰富，除了代表他们所拥有的智慧与福运之外呢，也和命主的财运有关。因为大多数人的肚脐从外来看就是一个内凹的盆地，所以肚脐呢，在面相学中呢，也被称之为聚宝盆。一个人若是有着外形出色的肚脐，便意味着其人的偏财运出色。同样的，在肚脐下方或者是左右两旁长有痣呢，则说明此人的财运表现很好。六、长在脚心上的痣。脚底长痣，福缘深厚，痣的数量不同，也会影响其象征含义。不过无论长一颗还是多颗痣，都可以为命主带来富贵运势。正所谓脚踏七星，帝王之相，其人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呢，都能够被富贵所包围。不过身居高位者呢，往往也要日夜操劳，如此方能确保事业发展稳定，不会出现意外变故。所以呢，脚底长有痣的人，平时呢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避免有隐疾的出现。
2. 常见的破财痣，能够被称之为破财的痣，主要就是长那些外形糟糕且所处位置较差的痣。这类型的痣相当长，对命主的财运影响较大。那这类型的痣象具体有哪些呢？1. 长在印堂上的痣，印堂有痣乃命主运势低迷、缺乏好运的象征。因为印堂呢，在相学中被称作为命宫，代表他们未来的运势变化。一旦命宫外形出现问题，便会导致其人的生活事业出现问题。所以呢，印堂不可出现皱纹、疤痕以及痣。长在印堂上的痣呢，便是一颗恶痣，象征着他们的财运十分的糟糕。化解技巧，改善印堂长痣带来的麻烦。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呢，便是随身佩戴一些具有旺运效果的风水摆件。通过改善自身的风水气运，就可以催旺事业运、财运，避免因长痣而收入下降。2. 长在鼻翼上的痣，鼻翼和鼻头一样，也是命主有财运相关的特征。事实上呢，鼻子的鼻梁、鼻头、鼻翼以及鼻孔都和个人的财运有一定的关系。其中呀，鼻翼被称作为面相的财库，其外形是否丰润饱满会影响到他们的收入状况。鼻翼越丰满，意味着其人财富收入越出色，赚得财富之后呢，能够很好的储蓄起来。但如果鼻翼上长有一颗黑痣的话呢，就会导致命主遭遇破财危机。这颗痣啊，就如同财库漏洞一般，他们的金钱呀会因此外泄。化解技巧，如果不想改变痣的外形，也就是通过医学手段将其去除的话，那么命主自身呢就会学会合理的使用手中的财富，掌握有关的理财方法，尽自己所能呢使用好手中的财富。3. 长在肩头上的痣，肩膀上长有一颗黑痣，会导致命主背负的压力过大。这些压力呢，有的来自于生活，有的是因为工作而出现，还有一些是因为家庭的变动带来的。无论哪一种压力，一旦数量较多，便会影响到命主的心态，导致他们无法安心工作。化解技巧，压力较大呢，就应该通过合理的方式进行消除，像是保持科学的作息时间，并且通过旅行等方式来消除压力。如此一来呢，其人的财运才不会因此而下滑。4. 长在上眼皮上的痣，眼皮这一部位呢，在相学中呢被称为田宅宫，和个人的房产、不动产资产有着一定的关系。简单来说呀，就是因为这一部位如果外形很好的话，说明其人能够具备不错的不动产。而如果在这一部位上长有一颗过于明显的痣的话，那么想要获得稳定的不动产就会非常的困难。他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损失资产，最终呢不得不将手中的不动产全部抛出。特别是那些平日里喜欢投资房地产或者是以投资为生的商人，如果长有这颗痣，通常情况下很难发达，而且其人呢容易破财败运。5. 长在右耳垂上的黑痣，耳朵根据上中下分为天轮、人轮、地轮3部分，耳垂呢即是地轮的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福气和财气，以厚大为佳。左耳垂如果长有红色痣，主富贵为吉痣；如果长有黑亮的痣，主寿也为吉痣。唯独右耳垂如果长有黑痣的话，为恶痣。长有此痣的人呢，大多感情不顺，虽然财运不错，但是财来得快也去得快，很难留住，属于一颗典型的漏财恶痣。6. 长在眉尾的痣，眉毛眉尾长有痣的话，预示其人在感情上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左眉尾有痣的人。此外，相书中有云，右眉尾有痣，其间福不知，也就是说，假如男人右眉尾有痣的话，预示其妻有通奸之事。而且如果眉头部分上方有痣的话，预示其人在金钱方面易出问题。假如没有钱应付日常开支等，即使眉头上部没有痣，但是生有暗疮，其人也会出现金钱问题，但只是短时间的。以上就是小江之老师为大家总结的旺财破财的志向情况，你们都清楚了吗？但是呢，志向的好坏只是影响我们运势的一部分，具体情况呀，还需要结合个人的其他命理情况来分析。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但现实生活中有些夫妻却偏偏是有缘无分，无法白头偕老，或是因为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问题，或是因为家庭的因素，又或者是因为生育子女的问题等等，导致最后两个人分道扬镳。但其实两个人婚后能不能白头偕老，我们观察一个人的面相就能够了解一二。
容易婚变的男女面相往往有一些细微的特征。今天呀，小酱汁老师就从面相角度给大家具体讲解一下。一、女人容易婚变的面相。一、额头太高。女人额头太高，甚至有些秃顶，说明她的事业心很重，无法安心在家做贤妻良母，喜欢在外闯荡。在他们眼里，事业名誉远比家庭重要。虽然说这样的女人事业有成，腰缠万贯，但终归与丈夫感情疏离，最后分道扬镳。但因为她们都很优秀，所以身边呢也不乏许多追求者，故而二婚的客女性很大。二、连心眉。所谓的连心眉指的是两条眉毛相连接，中间有明显的杂毛。此类女性肝胆有问题，个性怪异，婚姻很难幸福。因为丈夫总是琢磨不透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所以这种面相的人婚姻不幸福，最后只能离婚。三、山根有横纹。山根呢又称作夫妻座，女人山根有横纹，代表婚姻非常曲折，波动很大，可能一言不合就离婚，过后又想复婚，然后再离婚，如此反反复复。四、鼻翼有疤。鼻翼有疤的女人呢，容易为情破财。此类女性不安于世，喜欢在外面花天酒地，认识不同的男人，并为这些男人大方花钱，所以到最后情人没捞着，钱财也失去了。娶了这样的老婆，估计也是倒了8辈子霉，想安稳过日子是不可能的，最后只能离婚。五、人中有痣。女人的人中代表情欲，此处有痣呢，在爱情方面勾心斗角，想尽办法勾引异性，并且性欲旺盛。若是另一半无法满足她的话，就会被淘汰。这样面相的女人呢，最不适合结婚，因为婚后啊，她们仍会红杏出墙，离婚也是必然的。六、两颧过高。两颧过高的女性性格十分的要强，脾气也很大，比较大女子主义。要是遇上另一半也是性格强悍的男性，那么婚姻呢是很难走下去的。建议找个和自己性格互补的男性，或许能够安稳的携手一生。如果两个人一样的强势，并且互不相让，那么必定家无宁日。七、鱼尾纹过多杂乱。眼睛两侧是面相学中的夫妻宫，如果早早的就长有鱼尾纹，代表夫妻关系不和睦；如果有过多杂乱的纹理，则代表离婚、二婚命的人居多。而且这样的人呢比较多疑，喜欢胡思乱想。二、男人容易婚变的面相。一、颧骨露骨且腮部下陷。颧骨宽而下巴瘦小，这类男人呢很有野心，喜欢往外跑而不顾家，是明显的不受管束的类型，而且心思重，想法多。如果你太认真呢，那么这样的婚姻就很难再维持下去。如果你听之任之，那么只有你自己受委屈，但久而久之你会心灵崩溃。有一个朋友就嫁给了此种面相的男人，婚后很不幸福，最后选择了离婚。二、鼻梁起结。鼻子中间很明显凸起的人，个性非常的怪异，很难缠固执，恩怨不明，软硬不吃。这样的人身边的朋友都很少，都不喜欢跟这样的人交往，尤其自私自利，吃不得一点亏。在婚姻中，无论脾气再好的女性，都容忍不了这样的男性，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什么叫做包含，全凭自己的意念来决定。生活中呢，无论大小事，此种特征的男性跟自己的爱人没有商量，这也是婚姻方面最大的缺陷之一。其次，这样的男性别说是对自己爱人不好，就是自己的儿女也看得并不是很重，尤其内心还具有一个爱慕虚荣之心，遇到比自己爱人条件更好的另一半，很容易跟自己的爱人提出离婚，一心只为自己而活的一个人。三、桃花眼。桃花眼特征之前在其他视频中也经常提起过，一般这样的男性为人比较柔和，也很容易相处，特别是自身在外的面部气质给自身带来很好的异性缘分，得到女性的关注量呢非常之高。但此特征的男性对待感情而言并不是很专一，说穿了也就是比较花心的类型，喜欢端在碗里的又看在锅里，很容易出现劈腿的迹象。尤其是在婚后，此特征的男性桃花依然很重，背叛自己的爱人以及婚姻几率相当的高，感情上容易牵扯三者的局势，出现出轨，导致自身的婚姻出现不利，二婚的几率呢也是相当之高。
4. 眉毛中断。针对眉毛而言，在健康中属于肝胆的分泌物，眉毛出现中断，一般肝胆上并不是很好，容易出问题。尤其此特征的男性脾气相当的急躁，在生活中与人相处也很容易出现矛盾，发生纠纷等问题。在自身的婚姻中呢，也是一样，夫妻之间说不上两句，脾气异常的暴躁，时常跟自己的爱人发生争执、吵闹等问题。有那么一句话，夫妻之间没有不吵架的，床头吵架床尾和。但一对夫妻成天这样，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必定感情上容易出现问题。具有此特征的男性呢，都是因为自身内心急躁的个性，很容易牵扯婚姻上的破败而选择下一段婚姻。5. 夫妻宫有痣痕或者横纵纹交叉。只要懂点面相的人都知道夫妻宫的位置所体现的运势是什么，其实就是感情运。夫妻宫丰隆饱满的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多为感情和睦幸福的一个特征体现。那么作为一个男性而言，在夫妻宫出现痣痕或者横纹以及纵纹交叉的男性，属于沾花惹草的类型。只要身边有喜欢的异性，此特征的男性那可不会放过任何一点点机会，会用全身心的心态来追求对方，来满足自己的内心。这种男性出现婚姻上的动荡，唯一的一点就是内心好色，而牵扯自己婚姻和家庭出现破败。但此种特征的男性为人善于花言巧语，骗取异性的欢心，即使离婚呢，很快就能找到新的伴侣。6. 耳朵一上一下。男人耳朵出现不一样高的人，感情上坎坷多。这样的男人并不是自己内心有多花心，而是出现的感情不长久，而是有此种特征的男人自身感情宫容易出现犯冲，内心往往压不住火气，而导致性格上的暴躁，导致婚姻的不顺，易出现二婚的征兆。7. 男人天生卷发。天生卷发的人呢，一般异性缘都十分的不错，容易结交异性，魅力十分的大。这样的男人无论是在婚前和婚后都喜欢玩刺激，喜欢不断的尝试，生性就淫荡，哪怕是在大街上逛街也会到处放电，容易见异思迁。在婚姻中呢，从来都不会顾及到自己的爱人和家庭，为人自私，属于抛妻弃子型。以上呢就是小酱汁老师为大家总结的容易婚变的相学特征，大家都了解了吗？因为这个是结合古人看相的原理总结的，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呢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差，仅供大家参考。具体情况呢还需要结合命主整体命理分析。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